跳闸完了。有几个老六隔离刚放出来，完上我家找刺激。今天给你们来一个上下都过瘾的特麻特辣菌。先搞一大锅东老麻汤底儿，我今年试了很多次，这个版本是最接近校门口那种香味的。然后最近菜比较贵，买啥都觉得不合适，就没放多少，就只能放点小龙虾、螃蟹、虾爬子、八爪鱼和生蚝。然后在晚上套个塑料袋，用最老式的吃法解决这一锅东海老麻。但我们同学吃完之后脚肿了，他可能是第一个在东北吃麻辣烫犯痛风的。他妈听完之后让他赶紧回来，说这事发朋友圈点赞肯定多。再来一个加麻加辣的全荤冒菜，先炒火锅底料，然后使劲放辣椒、花椒、麻椒，不要心疼皮燕子。然后牛肉、鱼片、大虾、鲍鱼、鸭肠、毛肚，这满满一大锅，看着好爽啊！这一大盆里唯一的素菜就是午餐肉、葱花、香菜。然后我今天才知道，大片毛肚原来是这么撕出来的，而且多细的丝都能撕，他是真心疼强迫症。完，最近学了一个茶百道的西瓜饽饽配方，家里没有脆饽饽，这个活爹居然去茶百道买，他还跟人说学会配方了，以后再不花这冤枉钱了。就他不挨揍，那纯是因为我们街区普法工作做得好。还做了毛豆炸鸡小龙虾，这小龙虾生前是蓝色的，还挺让人稀罕。吃上小龙虾就期待夏天赶紧来吧。完间用了个巧克力瀑布鸡，结果一下给整冒烟了。刚开始还以为干冰呢，猛吸一大口，差点没过去。这给小胖窝囊的呀！他想在巧克力脆皮里加点瓜子仁，扒了2个小时的瓜子一动没动。开头那一句特别绝望的完了，就是他说的：吃好喝好，好好活着。我奶呀，87了，从来没吃过蛋堡。完了，他还洗命，他觉得外面那种小摊的肉不好。我干脆买个机器，我说咱回家自己做。但我也没做过这玩意儿啊。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在夜市上吃的这些师傅，错了不少。后来终于让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，从来不加糖。你说这个那他气不气人？完我研究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就3步：把鸡蛋整熟，把肉馅整熟，把糊倒进去，给他们都整熟，勤刷点油，把那皮儿烤脆了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酱，再撒上孜然和芝麻，你就吃去吧。你这边在那吃，那边枪毙你2大爷，你都不心疼。我爷我奶一人空口吃俩，完我奶让我再烙一锅，明天早上吃。但没肉馅了，我说我下楼买点，我奶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，说没有就别往外折腾了。奶这正好有一盘肘子，你看能不能凑合凑合？这肘子放里确实比肉馅香，一共就烤仨，出锅就让点手办贵了。完我把大家剩的米饭做成烤饭团了。我弟说这个热量爆炸呀，这得运动运动再吃。完我弟跑了没有200米就瘫沙发上了，热量还没爆炸呢，心率先爆炸了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我这个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.5块。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话，我打算咬咬牙狠心卖3块。完临走之前给我爷我奶明天饭也安排出来了，早上喝粥吃土豆丝煎蛋，中午喝粥吃红豆饼和韭菜盒子，晚上喝粥吃他那肘子蛋堡和玉米烙。我奶说你不行，你买俩花卷上来吧。你爷不能一天光喝粥啊，那也吃不饱啊。哎呦我操！今天在家尝尝生腌，不都说这玩意儿是潮汕毒药吗？不知道这东北大肠能不能苟住啊？配方是我国潮汕地区著名痛风夫妻加之派和他的大哥大提供的。他说你只要按照我这个配方来，口味我保理，肠胃靠自己。这给我弟吓的，提前2天就在家吃蒙头吃散。我们同学更狠，昨天晚上在家翻箱倒柜吃剩菜，专挑馊的吃。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没啥可穿的了。他说这回可以放心吃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这玩意儿吧，能不能吃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要是不吃主食，肯定是不能吃饱。做2份煲仔饭、辣味双拼和豉汁排骨，然后留了几个虾和虾爬子，煮了一锅海鲜粥，还做了广式给包。感觉好长时间没吃这菜了，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为有点不太好，惦记吃生腌，怕吃不饱又做了别的菜，这不纯拿给包当备胎呢吗？这不。这生腌一开盖，那味儿真鲜，闻着就好吃。我们同学差点没一个猛扎里，正好他愿意闻着味儿。我说你分装吧，我就把快递拆了。点我都没敢点。你们谁卡里要是没有这么多钱，不怕划错的，能不能帮我点开看看，他打几折？来吧，吃串了，这玩意儿吃着吧没那么可怕，而且我觉得挺好吃，海鲜也没什么腥味儿，料汁儿是吃火锅的肥牛汁儿、海鲜汁儿那个味儿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鲜甜的。其实最好吃的是皮皮虾，但就是太扎嘴了，吃这玩意儿嘛费上牙糖呢呀。生腌配上砂锅粥，这听起来就很人字拖。完我们同学把那盘虾爬都吃了之后，把我电褥拿走，他说今天晚上得开着睡了，一旦有个什么意外的话，从烹饪角度来讲，这就叫大火收汁儿。
我奶前两天不知道在哪个床底下翻出个电饼铛，让我在家试试能不能摊煎饼果子，说摊好了以后这饼铛就写我名了。但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做呀，我就上大街上找一个小摊儿，我就站那看。我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大娘是我看了她有点紧张，还是因为疫情在家跟老头打仗，狠心出来创业了。就那1个小时，她摊坏了7张，完大街上也没有野狗，她就都给我吃了。后来我俩对视了一下子，你能感觉到我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张有身份的牌。就他看我可能像个城管，但我看他绝壁是卧底。后来我看也学不着啥，那吃饱了我就回来了。我奶不愿意吃脆煎饼，我就掺的白面。这饼底一定要多刷点酱，这玩意儿他妈齁死才好吃呢。纯甜面酱比较咸，可以兑点蒜油辣酱和雪碧，再放上果子薄脆和小狗肠。哎呦我绝世香香了。完这不在家做嘛，就想起高调，还约2条不挑食的朋友，这都跟大娘学的。做失败了就近找嘴往里塞。先做的是煎牛果，刷点黑胡椒酱，再放上薄脆，这味儿太稳了。强烈建议米其林大厨多学一学天津伯伯。还做了煎饼肘子，我寻原汤化原食，把肘子汤勾点厚芡，黏黏糊糊就当酱使了。这大肘子皮卷里我真上头啊！这放着葱花，放几块果子，无敌了。完最近市场的海鲜不好卖，300块钱捡了一只3斤多龙虾回来，还是脖子以下取肉，脖子以上煮粥。这个红呢不知道是啥，我也没敢吃。这刷蒜油辣酱就行，虾参就1碰2了，这样吃着过瘾。这说实在话，确实比之前做龙虾蛋堡要好吃一点。问题谁能拒绝煎饼果里藏个大虾仁啊？咱说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都给头纱蒙上了。我奶也不认识谁是谁，就给插小旗儿。他今天其实我藏了300来个心眼呢，我留了个厨师自留菜。就东北人其实对煎饼没那么馋，但是对饼有无尽的向往。就在这饼上刷上咱们调的酱，多抓点土豆丝儿，再塞几块肘子肉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吃去吧。等夏天能出摊，我这饼我就卖7块钱一张。你吃上一口，你都恨不得回家求房本吧，赶紧回来买了，真太香了。我奶自从吃上了炒酸奶和蛋堡之后，就对这种没吃过的东西非常有兴趣。今年告诉不用炒菜了，再整点这样的小零食尝尝鲜儿。但是这2天对蛋堡念念不忘，做了一大锅。我奶现在早餐就是2蛋堡加1碗泡面粥，完还配了一个章鱼小丸子的盘。今天先浅做一下，给我奶尝着原味的。等过2天再给我奶来个肘子小丸子，还给我奶来了几个炸蛋。重点是给他配了一碗肘子老汤，这给我奶香的呀，3人扶着吃还吵着迷糊呢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漏奶滑，这里边有炼乳、黄油、牛奶，贼香。最主要是切开这一下，我感觉特别爽。然后我就飘了，我寻做几个甜点。哈尔滨烘焙废物名不虚传啊，一个草莓瑞士卷，一个冰山熔岩巧克力，这卖相都不如条好狗啃的。但是反转来了，我烤出来一个堪称祖坟冒青烟的半熟芝士。我当然都想给自己磕一个了，我从来没烤过这么板着的半熟芝士。正当我准备给它拿出来好好照照相的时候，我翘溜啊，反转又来了。我去。不动了都，完了，咋了？确实的，我当时心梗都犯了，要不是我弟想起来120多少号，我现在就在医院了。还没有主食，全是零食。完，等我到我奶奶去的时候，她说想吃炒酸奶，让我俩炒一锅再走。等我奶说不明白这玩意儿叫啥，她说就是那个冰糕，俩拿刮刀腻出来那个。这么好看，你咋不吃呢？走吧，我这2天不能吃凉的，走吧。哎。